我们先从一个疯子说起，或者说从一个被费曼称为他听过的最疯狂也最优雅的猜测之一说起。惠勒说，也许宇宙里所有的电子其实是同一个电子，你以为电子有无数个，不，只有一个。它在我们看不见的时间里反复穿梭，一会儿顺着时间走，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子；一会儿逆着时间走，就是我们看到的正电子。正电子不过是时间倒流的电子。惠勒把这个想法告诉费曼的时候，费曼虽然觉得离谱，但还是被这个想法的优雅打动了。后来费曼在1949年发表了正电子理论，正式采用了这个解释，还在诺贝尔奖演讲里承认这个想法是从惠勒那里偷来的。有意思的是，几乎同一时间，瑞士物理学家斯塔克尔伯格也独立提出了类似的描述。他用锯齿形的世界线来解释正反力物的运动轨迹，只不过他没有惠勒那么会讲故事，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这套理论看起来美得不像话。一个粒子，一条世界线，在时间里来回穿梭，就拼出了宇宙里所有的电子和正电子，简直像是宇宙在偷懒，只造了一个零件，然后用时间循环凑出了全部。但这个假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所有电子真的是同一个电子在时间里反复穿梭，那电子和正电子的数量应该差不多。可现实是，我们观测到的电子比正电子多得多。多到什么程度？根据爱丁顿1938年的估算，宇宙中的粒子总数大约是 1.57 乘以10的79次方。现代的估算把这个数字修正到接近10的80次方。这么多的电子，对应的正电子去哪儿了？惠勒当时给了一个猜测，说那些缺失的正电子可能藏在质子里面。但这个说法从来没有被证实过，更像是一个为了救活假说而硬编的补丁。这就是物理学界对重子不对称性问题的核心困惑。我们的宇宙在诞生的那一刻，物质和反物质应该是对称的，等量产生，等量湮灭，最后什么都不剩。但事实是，每10亿个反物质粒子里，大约多出了一个物质粒子，就是这10亿分之一的偏差，让宇宙有了恒星、行星和你。这个偏差叫电荷共轭宇称对称性破缺。1964年被克罗宁和菲奇在实验中首次观测到，克罗宁因此拿了诺贝尔奖。但电荷共轭宇称破缺的量级远不够解释现在的物质优势，还需要更多的破缺来源。这个谜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开。所以我认为，单电子宇宙假说虽然美得让人想哭，但它很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它代表了物理学家对简洁性的极致追求，但宇宙显然不在乎我们的审美。宇宙选择了不对称，选择了不优雅，选择了让10亿分之一的偏差成为一切存在的前提。这恰恰说明，实在比我们的想象力更野。说真的，惠勒这个想法虽然大概率是错的，但它指向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宇宙不是用无数个相同的零件拼出来的，那它的底层到底是什么？有一派物理学家说，底层可能不是粒子，不是弦，而是某种更奇怪的东西，比如超流体。2024年3月，诺丁汉大学的一个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了一篇论文，他们在超流氦四里面制造出了稳定的巨大量子涡旋。这些涡旋的直径有几毫米，
核心聚集了大约4万个量子涡旋量子，创下了量子流体强度的记录。实验温度大约在 1.95， 开尔文只比绝对零度高了一点点。在这个温度下，氦的4号同位素会变成超流体，粘度只有水的1/500。在这个状态下，量子效应会放大到宏观尺度，你能用肉眼看到量子力学的行为。诺丁汉大学的团队观察到，这些巨大量子涡旋里面出现了跟旋转黑洞相关的束缚态驻波，还有黑洞振铃的模拟信号。也就是说，他们在实验室里用超流体模拟了黑洞的某些行为。这跟宇宙的底层有什么关系？有一种理论认为，时空本身可能就像一种超流体，在足够大的尺度上，时空看起来是光滑连续的，就像水流一样平滑。但在普朗克尺度上，大约10⁻⁵次方米的尺度上，时空可能是离散的，由一个个量子信息单元组成，就像超流体里的量子涡旋。这种类比不是凭空来的。超流氦在 2.17 开尔文以下会发生超流转变，这个转变叫朗道相变。朗道1941年提出了双流体模型，说超流体里同时存在超流分量和正常分量，两种分量此消彼长。1938年，卡皮查在莫斯科独立发现了超流氦现象。差不多同一时间，剑桥的一个团队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后来的研究发现，氦的3号同位素在更低的温度下也会变成超流体，但它走的是另一条路。费米子配对跟超导体的机制类似，时空如果是超流体，那黑洞就可能是时空流体里的涡旋，引力波就是时空流体的涟漪。这个类比有它的吸引力，但我觉得不能太当真。超流体是真实的物质，有微观结构，有原子层面的解释。时空是不是也有微观结构？目前没人知道。超流体类比提供了一个思路，但字面意义上把时空等同于超流体，我觉得证据远远不够。它更像是一个有用的比喻，帮我们理解量子引力可能在做什么，而不是一个已经被验证的物理事实。诺丁汉大学的实验很精彩，但他们在实验室里模拟黑洞，不代表宇宙真的就是这么运行的。类比不是证明，直觉不是证据。那宇宙的底层到底是什么？马克斯·泰格马克说了一个更疯狂的答案。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我们的数学宇宙》，在学术界和科普界都引起了巨大争议。泰格马克的核心主张叫数学宇宙假说，用2句话概括就是：物理实在就是一种数学结构，数学存在等于物理存在。他从一个叫外部实在假说的出发点开始推导外部实在。假说说的是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的外部实在，这个实在不依赖我们的观察和描述。泰格马克说，如果这个外部实在真的存在，那对它的描述就不能依赖粒子、观察、测量这些人造概念。真正的客观描述必须用最抽象的实体和关系来表述，也就是数学结构。在它的框架里，物理实在同构于一个集合加上一组关系，对称性就是这个集合的自同构。3维空间的自同构群是正交群，基本粒子对应庞加莱群的不可约表示，
只有无量纲的数才能作为关系的元素，没有自由参数。量子随机性只是认识论的属性，而不是本体论的属性。意识呢？意识是数学结构里面具有自我意识的子结构。泰格马克说，他的假说比奥卡姆剃刀更优，因为没有任何自由变量需要调节。他把这个假说称为终极集合，说不可能有第5层多元宇宙，因为已经包含了所有可数学表述的多宇宙理论。泰格马克把多元宇宙分成4层，第1层在我们的宇宙世界之外，只是初始条件不同。如果宇宙无限大且近乎均匀，那么在距离我们大约10的10的118次方米之外，应该存在一个跟你的原子排列完全一样的人。这不是玄幻，这是统计力学的必然结果。第2层是永恒暴胀产生的泡泡宇宙，物理常数甚至空间维度都可能不同。暴胀理论已经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分形结构和比膜偏振的观测支持。如果接受暴胀，暴胀不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它会永恒进行。每个暴胀泡泡里面的大爆炸可能有不同的物理常数。如果再加上弦论，6维紧致化的方式不同，卡拉比丘流行的拓扑不同，可以产生大约10的500次方种不同的真空态，每一种对应一套不同的物理定律。第3层是艾弗雷特的多世界诠释，波函数从不坍缩，每一次量子测量都让宇宙分裂成不同的分支。你在这个分支里读到这段话，在另一个分支里你已经关掉了视频。第3层看起来最浪费，但泰格马克说，它其实不增加任何本体论负担，因为波函数本来就包含了所有分支，坍缩反而是额外加的假设。第4层就是数学宇宙，所有自洽的数学结构都存在，每一个对应一个不同的宇宙，各有各的基本物理定律。有的宇宙受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支配，有的不受，有的3维空间，有的754维空间，有的由普通自然律支配，有的由数学上自洽的某种你根本想象不出的规则支配。这个假说有很多批评者，最尖锐的批评来自度量问题。在无限多的数学结构里，你没法给每一个分配一个非零的等概率。泰格马克用完全数学民主来回避这个问题，说所有数学结构地位平等，不需要额外的度量。但批评者指出，如果真的是纯随机，我们的宇宙不可能这么简单优美。一个随机选取的数学结构，大概率应该是极其复杂的，充满任意参数的。但我们这个宇宙几个简洁的方程就描述了从夸克到星系的一切。这种简洁性需要一个解释，而完全数学民主给不了。尤尔根·施密德·胡伯建议用可计算性来限制范围，只允许计算机程序能定义的数学结构存在。安德烈亚斯·阿尔布雷克特说，这个假说有启发性，但他不敢信。马克·阿尔福德拿来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质疑，说自洽的数学体系内部无法证明自身的完备性。那你怎么知道哪个结构真正自洽？泰格马克后来修正为，只有哥德尔完备的数学结构才物理存在。但这个修正又带来新的问题，因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本身就告诉我们，足够复杂的数学体系不可能既完备又自洽。智能设计阵营的人也跳出来攻击，说数学宇宙假说
混淆了数学和物理学两个不同的领域，说物理定律的独特性需要心智或者神学来解释。这帮人的结论当然我不买账，但他们提出的度量问题确实是个硬伤。我的立场是这样的：第一层到第三层，我认为有可证伪的路径。第一层依赖于宇宙是否无限且近乎均匀，这个可以通过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来检验。第二层依赖暴胀理论，暴胀已经有观测支持，虽然永恒暴胀的泡泡宇宙本身不可直接观测，但暴胀的预测可以被检验。第三层是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虽然分支之间不可通讯，但量子力学的其他预测都在这个框架里自然成立。但第四层数学宇宙，我认为目前只能保留，它太激进了，把数学存在等同于物理存在，这个跳跃没有经验证据的支持。泰格马克说，数学宇宙假说可以证伪，方法是找到一个无法用数学描述的物理现象。但问题是，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无法用数学描述的现象，你可以说它推翻了数学宇宙假说，但这个假说的支持者也可以说你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数学描述。这就像说上帝存在但不可观测一样，往好了说是深刻，往坏了说是不够科学。不过有一点我必须承认，泰格马克问的那个问题是真的好：为什么是这些方程，不是别的方程？为什么宇宙的定律恰好是这种形式？这个问题如果不去碰第四层，在传统物理学框架里确实没有答案。微调问题的存在暗示，要么有某种更深层的原理限制了可能的形式，要么有某种多元宇宙的机制让所有可能性都被实现了。我们只是处在其中一个允许我们存在的宇宙里。泰格马克选了后者，我尊重这个选择，但我不认为他目前超越了猜想。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物理学家是不是想太多了？一个电子的假说，一个超流体时空的类比，一个数学宇宙的猜想，听起来一个比一个离谱。但科学史告诉我们，今天看起来离谱的想法，明天可能就是教科书上的常识。波尔的原子模型刚出来的时候也被嘲笑过，宇称不守恒被提出来的时候，连泡利都觉得不可能。问题是，离谱和正确之间隔着的不只是时间，还有证据。单电子宇宙没有证据，超流体时空没有证据，数学宇宙也没有证据，但它们指向的那个问题是真实的：宇宙的底层到底是物质，是信息，还是数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奇怪。有意思的是，不管底层是什么，我们能看到、能摸到、能理解的宇宙已经够让人头皮发麻了。你手里的手机，你脚下的地球，你头顶的星空，全都是那个底层的投影。如果底层是数学，那你就是数学在思考自己；如果底层是信息，那你就是信息在感知自己；如果底层是某种我们还没名字的东西，那你就是那个东西在试图理解自己。说真的，不管答案是什么，这个追问的过程本身就够让人睡不着了。说到宇宙里的生命，费米悖论是绕不过去的坎儿。1950年的一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克·费米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食堂里跟同事吃饭聊天，不知道谁提了一句外星人的话题，费米放下刀叉，
问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它们都在哪儿？银河系有2000亿颗恒星，至少3亿颗宜居行星。宇宙已经存在了138亿年，就算生命出现的概率比中彩票还低，也该有文明冒出来了吧？可现实是，我们找了75年，一个外星信号都没收到，整个宇宙安静得像一潭死水。这就是费米悖论。1961年，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提出了一个方程，试图把这个问题量化。方程的形式是7个参数相乘：恒星形成率乘以有行星，恒星比例乘以宜居行星数，乘以生命出现概率，乘以智慧演化概率，乘以通讯技术概率，乘以文明存续时间。分别是恒星形成率、有行星的恒星比例、每个恒星系宜居行星数量、生命出现概率、智慧演化概率、通讯技术概率、文明存续时间。早期的估算非常乐观，德雷克本人估计银河系大约有10万个科技文明，卡尔萨根说大约100万个，阿西莫夫给了67万个。按这些数字，我们应该早就收到外星人的电话了。但60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地外文明搜寻项目从1960年弗兰克·德雷克启动奥兹玛计划开始，监听了无数颗恒星，搜索了整个电磁频谱，连一个可疑的信号都没找到。2024年，德州大学和苏黎世联邦理工的一个团队在科学报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给德雷克方程做了一次大修。他们把智慧演化概率拆成了2个子项，一个是具有大陆和海洋的宜居系外行星比例，估算在 0.0002 到 0.01 之间；另一个是板块构造持续超过5亿年的行星比例，估算不到 0.17。2个乘在一起，智慧演化概率从之前默认的100%骤降到 0.0003 到 0.2%。这个修正一下子把银河系科技文明数量的上限拉到了大约10万个，下限可以低到 0.0004。也就是说，银河系里可能根本没有其他科技文明。这篇论文呼应了2003年彼得沃德和唐纳德·布朗利的稀有地球假说，他们也强调了板块构造对复杂生命的重要性。没有板块构造，碳硅循环就无法长期维持，气候稳定就成了奢望，复杂生命演化的时间窗口会被压缩。2025年，保加利亚的一个团队用盖亚卫星的数据重算了一遍，估算银河系大约有72个具备星际通讯能力的文明。诺丁汉大学团队的估算更保守，说至少有36个活跃的智慧文明。听起来不少，但银河系直径10万光年，太阳系离银河系中心大约 2.7 万光年。按保加利亚团队的估算，最近的文明可能在银河系的另一边，大约 3.3 万光年外。什么概念呢？光走 3.3 万年才能到。你发一句你好，对方回一句你好，6.6万年就过去了。这还只是最近的，其他71个更远。所以就算有几十个文明，大家也基本上是各自孤岛，谁也碰不到谁。这里有个更狠的分析，文明的时间窗口极窄，地球生物圈大约50亿年后，氧气就会耗尽，因为太阳越来越亮，岩石圈的硅酸盐风化加速会把二氧化碳吃光，植物没了碳源，光合作用停止，
氧气在100万年内骤降到现在的1%，而从直立猿到火箭，人类只花了300万年。如果你想同时有2个文明能互相通讯，每个文明平均得活28万年才能碰到另一个我们。想同时有10个，每个得活1000万年。人类文明到现在才几千年，无线电通讯才100多年，能不能再活1万年都是个问号。罗宾汉森1990年提出了大过滤器假说，他把生命从诞生到星际殖民分成9个关卡：核是恒星系统、自我复制分子、简单单细胞生命、复杂真核细胞、有性生殖、多细胞生命、智慧工具动物、殖民化爆炸的文明、星际殖民。汉森说，这9个关卡里，至少有1个是极其困难的，绝大多数文明都卡死在那一步。问题是，这个大过滤器到底在哪儿？如果在我们后面，那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最难的坎儿，我们是宇宙里的稀有物种，前途光明。如果在我们前面，那就意味着生命和智慧很容易出现，但星际殖民几乎不可能，所有文明都在那一步灭亡，而人类恰好站在第8步，也就是殖民化爆炸的前夜。火星探测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如果火星上从来没发现过任何生命迹象，这对人类来说可能是最好的消息，因为这意味着生命的起源本身就是那个大过滤器，跨过去极难，我们是极少数幸运儿。但如果在火星上发现了独立起源的生命，哪怕只是细菌，那就意味着生命起源很容易。火星那种荒凉的地方都能自己长出来，那大过滤器就一定在后面，再从简单生命到智慧文明，或者从智慧文明到星际殖民的路上。换句话说，人类前面有一道几乎过不去的坎，而且所有文明都死在了那里。2018年，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古老沉积岩里发现了有机分子，但那只是构成生命的砖块，不是活物。目前为止，火星上还没有发现确凿的生命证据。我个人站大过滤器，在我们身后偏多的立场，生命起源可能很难，真核细胞的出现可能更难。地球生命从原核到真核花了大约20亿年，这20亿年里，地球生命基本上就是一层细菌汤。真核细胞的出现需要内共生事件，一个细胞吞下另一个细胞，但没消化掉它，而是让它变成了自己的细胞器。线粒体就是这么来的。这种事件在地球30多亿年的生命史上，有化石证据的只发生过一次。你想想这个概率。但我也认为不能排除前面的过滤器。人类文明面临的核武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失控，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终点。大过滤器可能不是一个单独的坎儿，而是一系列的坎儿，有的在后面，有的在前面。我们跨过了一些，但还没跨过所有的。宇宙的沉默可能就是在告诉我们，跨到最后一步的文明太少了，少到我们听不到任何回音。费米悖论最让人脊背发凉的解答，出自一部中国科幻小说。刘慈欣在《三体》第2部《黑暗森林》里提出了一个假说：宇宙就像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前行在林间。他必须小心翼翼，因为林中到处都是跟他一样前行的猎人。
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里，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文明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为什么宇宙如此沉默，不是因为没人，而是因为人人都藏着。黑暗森林假说建立在博弈论的逻辑上。1960年，冷战正酣的时候，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讲了一个故事，后来被称为囚徒困境。两个共犯被分开审讯，如果都沉默，各判1年；如果都检举对方，各判5年；如果一个沉默，一个检举，检举的释放，沉默的判10年。理性的选择是什么？从个人角度，不管对方怎么选，检举都是更好的选择。但两个人都这么想，结果就是都判5年，比都沉默差得多。这就是博弈论里最经典的结果：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把这个逻辑放到宇宙里，两个文明相遇了，每个文明都不确定对方是善是恶。如果都善意，可以和平共处；如果一方恶意，一方善意，恶意方会消灭善意方；如果都恶意，就先下手为强。不管对方怎么选，先消灭对方都是更安全的选择。这就是黑暗森林的博弈论基础。但博弈论里还有一个概念，叫重复博弈。如果两个文明可以反复交流和验证，合作的概率会大幅提高。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1984年组织了一场计算机竞赛，让不同的策略在重复囚徒困境中对抗，结果赢的是一报还一报策略。第一步合作，之后每一步模仿对方上一步的行为，对方合作就合作，对方背叛就背叛。这个策略简单到离谱，但在大量对手面前表现最好。问题是，宇宙尺度下的文明交流更像是单次博弈。光速限制让通讯延迟动辄几万年，你没法反复试探对方的诚意。第一轮信号发出去，等回复要几万年。在这几万年里，你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对方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确定性催生恐惧，恐惧催生先手。这就是黑暗森林逻辑在宇宙尺度下比博弈论更合理的地方。但我觉得黑暗森林不可能是宇宙的唯一解。原因有几个：第一，资源约束。消灭一个文明需要到达对方所在的星系，而星际旅行本身就是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旅行者1号飞了50年，才走了0.0026光年。就算一个文明比我们先进1万年，星际远征仍然是极其昂贵的。你花巨大力气跑到另一个星系去消灭一个文明，收益是什么？消除一个潜在威胁。但如果那个文明离你几万光年，它对你构不成任何实际威胁。光速限制本身就是最好的防御，距离就是安全，时间就是屏障。第二，技术不确定性。你能确保一击必杀吗？如果对方有反制手段呢？如果对方的科技水平被你低估了呢？博弈论里，不确定性会降低先手的吸引力。你不确定一拳能打死对方，你就会更倾向于不动手。第三，也是最根本的黑暗森林假设，所有文明都会做出同样的理性判断，但文明不是铁板一块，里面有温和派和鹰派，有合作者和好战者。一个文明内部就可能有不同的声音。
把所有文明都简化为同一博弈模型里的同质玩家。这个假设太强了。我认为黑暗森林是一个有价值的博弈论模型，但不是宇宙的唯一解。宇宙的沉默更可能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文明太稀少，距离太遥远，通讯窗口太短暂，技术路径可能完全不同。也许有的文明用引力波通讯，有的用量子纠缠，有的用我们根本想不到的方式。我们拿射电望远镜去听，就像拿一个收音机去监听一个用光纤通讯的世界，当然什么都听不到。费米悖论的答案可能不是单一的大过滤器或黑暗森林，而是一系列巧合的叠加。文明太少、太远、太短命、太不一样。我们没收到信号，不一定是因为有人藏着，也可能是因为压根儿没人在发信号，或者发的信号我们听不懂。不过，黑暗森林有一点是对的，在宇宙尺度下暴露自己是危险的。1974年，弗兰克·德雷克在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五仙座球状星团发送了一段无线电信号。这段信号包含了人类的数字系统、脱氧核糖、核酸结构、太阳系示意图等信息。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争议。斯蒂芬·霍金后来多次警告，不要主动向外星文明发送信号，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就像美洲原住民不知道哥伦布的意图一样。这个比喻虽然有点夸张，但逻辑是成立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谨慎不是懦弱，是理性。所以，黑暗森林可能不是宇宙的终极法则，但作为一种风险评估框架，它值得被认真对待。在黑暗的森林里，不一定要先开枪，但至少不要大喊大叫。说到外星生命，很多人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定要是碳基的吗？硅基生命行不行？科幻作品里这个概念满天飞。1934年，斯坦利·温伯姆在火星奥德赛里写了一个叫特维尔的外星生物，以硅为主要，构成寿命50万年，每10分钟排泄一个砖块。这个设定很巧妙，因为硅氧化以后产生的二氧化硅是固体，跟碳氧化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完全不一样。碳基生命呼出二氧化碳气体，轻松排出；硅基生命呼出的就是沙子，固体，排出一个砖块也算合情合理。从那以后，硅基生命就成了科幻作品的常客。但现实里的化学怎么说呢？很不乐观。先说键能，碳键的键能大约347千焦每摩尔，硅键的键能只有大约226千焦每摩尔。这意味着硅链比碳链脆弱得多。碳原子可以手拉手组成很长的链，烃类化合物可以有几十个碳原子。硅呢？目前已知最长的硅链只有6个硅原子，叫6硅丸，再长就合成不出来了。这就是差距。而且硅键和硅氢键很容易被水和氨破坏。水是地球上最好的溶剂，但对硅基分子来说，水就是毒药。硅丸碰到水就分解了，这意味着硅基生命不能用水的溶剂体系，得换别的。但什么溶剂能替代水呢？液氨，温度太低，化学反应太慢；甲烷，非极性溶剂，溶解能力太差；超临界二氧化碳倒是有可能，但条件太苛刻。更致命的是硅氧键的问题。碳氧键
能大约358千焦每摩尔，跟碳键差不多。这意味着碳氧化合物可以是气体，也可以是液体，也可以是固体，灵活性极高。但硅氧键能大约452千焦每摩尔，远强于硅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有氧存在，硅链就有巨大的热力学驱动力自发分解，变成硅氧烷。硅氧烷是什么？就是硅胶、石英、沙子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硅基生命的基础分子在有氧的环境下会自发变成岩石。这不是缓慢的降解，是热力学上的不可逆崩塌。碳基生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碳键和碳氧键强度差不多，碳基分子不会自发地变成石头。再说宇宙证据，天文学家在彗星和陨石里发现了碳的高级化合物，包括氨基酸。星际空间里到处都是有机分子，但从未在宇宙任何地方发现过硅烷或硅氧烷的高级化合物。行星形成以后，也没有产生硅烷或硅氧烷的化学途径。星际空间里硅的存在形式只有二氧化硅和硅酸盐，就是岩石和沙子。天文学家找了几十年，没找到任何复杂的硅基分子结构。碳基有机分子在宇宙里随处可见，硅基高级分子连影子都没有。这不是观测能力的问题，是化学规律的问题。根本原因在量子力学层面，碳原子的2层埃斯轨道和2层皮轨道能量很接近，成键的时候，埃斯轨道和皮轨道混合得很强烈，键就更强。硅原子的3层埃斯轨道和3层皮轨道能量差得远，混合弱，键就弱。为什么硅的轨道能量差更大？因为存在2层皮轨道，但不存在1层皮轨道。主量子数等于1的时候，角量子数只能取0，只有1层埃斯轨道，没有1层皮轨道。这意味着碳的2层皮轨道没有被任何1层皮轨道屏蔽，受到核的吸引力更强，能量被拉低，跟2层埃斯轨道接近。而硅的3层皮轨道被2层皮轨道屏蔽了，能量被抬高，跟3层埃斯轨道拉开了差距。这条逻辑链从泡利不相容原理一直推到硅基生命的不可能性，每一步都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结论是，碳形成长链的能力是量子力学基本定律决定的，在宇宙任何地方都一样，不是地球环境选择了碳，是物理定律选择了碳。还有一种说法是，硅基生命可以在极端环境生存，比如金星表面450度的环境，或者土卫6-180度的甲烷湖泊。硅铀确实可以耐300度以上高温，碳基油脂在这个温度早就分解了。有人在想，无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溶剂里，硅氧键的稳定性可能反而是优势，比碳基的醚键更稳定。硅锡，也就是硅构成的双键结构，在高压装置里被观察到过，证明特殊条件下硅也能形成双键。但这些都是极端条件下的局部突破，离构成一个能自我复制、能代谢、能处理信息的生命体还差108000里。2025年，加州理工团队提了一个新理论，说生命的核心能力是处理语义信息，就是不仅能接收信号，还能理解信号的含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最小尺寸大约0.4微米的传感器，
再小就会被分子热运动干扰。现有的硅化合物种类和反应活性远远不够在 0.4 微米的体积里组装成一个能解读信息的硅基细胞，而碳呢，有机物种类上亿，轻轻松松就能在这个尺度上搭出复杂的分子机器。有机物种类上亿，无机物只有几百万种，真正特殊的不是硅，是碳。地球生命选碳基不是偶然，是碳的键合灵活性、水的温和本性、宇宙碳的慷慨馈赠、物理定律的严格筛选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球环境从各个角度排斥硅基生命，水是最佳溶剂，但水解硅基分子。地球温度范围既烤焦又冻僵，硅基化合物。硅虽然在地壳含量排第2，但蜷缩在岩石和沙子里，无法被生物直接利用。碳以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形式存在，气体可以被光合作用抓进碳循环，硅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我的立场很明确，碳基优先，硅基极端受限。我不敢说硅基生命100%不可能，宇宙太大了，什么怪事都可能有。但在我能看到的化学和物理框架内，硅基生命的可能性极低。如果真有外星生命，大概率也是碳基的，只是溶剂可能不是水，可能是液氨或者甲烷或者别的什么，但骨架大概率还是碳。现在我们来到最深的一层，宇宙的底层到底是物质还是信息还是数学？1997年，一个29岁的阿根廷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成了理论物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胡安·马尔达西纳，1968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9年成为哈佛最年轻的终身教授。2001年起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教。他在1997年提出了反德希特空间共形场论对偶，也叫全息对应。核心想法是，一个5维时空里的量子引力理论等价于它4维边界上的一个没有引力的量子场论。通俗地说，就像一个3维球体的所有信息可以全息编码在2维表面上一样，带引力的高维世界的全部物理可以被低一维的无引力世界完整描述。马尔达西纳原始的表述是，5维反德希特空间乘以5维球面上的弦理论，等价于4维边界上的超对称杨米尔斯理论。反德希特空间是一种具有负曲率的时空，三角形内角和小于180度，双曲几何，有明确的边界，可以用庞加莱圆盘表示。共形场论是一种在缩放下保持不变的理论，你把图形拉伸、压扁、扭曲、夹角不变。对偶的关键特性是强弱对应。当反德希特空间侧的引力很强，算不动的时候，边界共形场论侧的场论反而很弱，可以算。反过来也一样，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你这边看不懂的，翻过去看就清楚了。1998年，古布瑟、科莱贝诺夫、波利亚库夫和威腾独立给出了具体的数学表达式，把这个猜想从模糊的直觉变成了可以计算的工具。这个对偶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间接研究量子引力的途径。量子引力是理论物理的圣杯，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但直接研究量子引力太难了，
引力在量子尺度下极其微弱，实验够不着。全息对偶说，你不用直接研究量子引力，你去研究边界上的场论就行了，那里没有引力，数学工具成熟得多，算出来的结果翻译回去就是引力测的答案。这个策略被应用在黑洞物理、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甚至凝聚态物理等各个领域。2025年7月，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的一个团队用马尔达希纳猜想研究了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剪切粘度。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是大爆炸后瞬间存在的一种物质状态。夸克和胶子摆脱了强子的束缚，自由运动。这种状态可以在大型强子对撞机和美国布鲁克海文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里短暂重现，存在时间只有10的-23次方秒，温度大约2万亿开尔文。巴西团队发现，实验测得的等离子体剪切粘度与熵密度的比值，跟全息对偶框架里量子施瓦茨·柴尔德黑洞修正的计算值高度吻合。也就是说，5维黑洞的数学可以用来算4维夸克汤的性质。这就像用另一本完全不同语言写的教科书来解一道题，答案居然对上了。这不是证明对偶成立，但提供了间接的支持。全息原理的思想源头其实更早。1993年，特胡福特提出了引力的全息性。1994年，萨斯金德发展了这个想法。它的核心是，一个区域的独立自由度数量由它的表面积来衡量，而不是体积。这个结论来自黑洞物理。贝肯斯坦和霍金在70年代初发现，黑洞的熵正比于事件世界的面积，而不是黑洞的体积。这跟你直觉里的3维世界完全不一样。你以为是体积决定能装多少信息，实际上是面积。2006年，柳河高峰给出了全息纠缠熵公式，说边界上一个区域的纠缠熵等于反德希特空间体内以该区域边界为底的极值曲面的面积除以4倍牛顿常数。2012年，胡本尼、兰加马尼和高峰给出了谐变推广。这些公式把量子纠缠和时空几何直接绑在了一起。2010年，范拉姆斯东克写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你把边界量子态的纠缠去掉，体内的时空就会断开。纠缠是时空的胶水，没有纠缠就没有空间。四川大学的一个团队在2024年11月用热场二重态验证了这个想法。他们从量子纠缠熵中提取出了爱因斯坦罗森桥，也就是虫洞的几何。贝肯斯坦霍金熵可以被直接识别为热场二重态子系统之间的纠缠熵。他们甚至从边界理论导出了爱因斯坦方程，度量可以从混合态纠缠熵中提取出来。这是对范拉姆斯东克猜想的定量验证。2025年，高柳匡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综述，说时空可以从巨量纠缠的量子比特中涌现出来。他还提出了伪熵和类时纠缠的概念，用来探索时间的涌现。因为在这个对偶框架里，时间在边界上是存在的，但体内的时间坐标需要从边界理论中涌现出来。这个过程比空间的涌现更难理解。2025年，还有几项重要进展。安托尼尼等人证明了闭合宇宙也可以在全息对偶框架里实现，
只要体纠缠足够强，萨胡和范拉姆斯东克构造了由黑洞晶格组成的大爆炸和大坍缩宇宙学时空。北大前沿计算中心的科普介绍了量子伪随机性和全息对偶的关系。萨斯坎德猜想，黑洞内部虫洞体积对应边界，量子态的电路复杂度，但伯兰、费弗曼和瓦齐拉尼发现，边界可以构造量子伪随机态，让复杂度对任何高效量子实验都不可感知，而引力侧的虫洞体积却可以精确计算。这意味着引力侧和场论侧之间的翻译本身就像一道牢不可破的加密。黑洞就像自然界的终极伪随机发生器，霍金辐射看似随机，实则信息潜藏其中。还有一个更疯狂的想法，恩格尔哈特团队发现，如果你往量子计算机里编程足够多的伪随机性，它原则上可能坍缩成一个黑洞。卢普萨斯卡说，这涉及大量的量子比特，涉及小空间内的大质量。根据定义，它必须坍缩成黑洞。他把黑洞形容为宇宙中密度最大的硬盘。但所有这些进展都有一个前提，全息对偶仍然是一个猜想，不是一个被严格证明的定理。它的适用范围限于反德希特空间，一种具有负曲率的时空。而我们这个宇宙的加速膨胀暗示我们可能处于正曲率的德希特空间，或者至少是渐近德希特的。德希特全息比反德希特全息难得多，因为德希特空间没有跟反德希特空间那样明确的边界。2017年的普朗克卫星数据显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涨落跟全息模型的二维投影预测吻合。2009年德国引力波探测器的噪声跟普朗克尺度二维信息单元的量子涨落相符。2018年，维也纳理工团队用三维场论和二维全息模型计算同一个系统的量子纠缠商，结果一致。这些都是间接证据，不是定论。你可以说，它们暗示了全息原理可能适用于我们的宇宙，但距离确认还差得远。平坦时空的全息也在探索中。有人提出用卡罗尔流行和天球来替代反德希特空间的边界。有人用全息边界场论方法把平坦时空的引力对偶到卡罗尔共形场论。这些都是在尝试把全息原理从反德希特空间推广到更接近我们真实宇宙的时空。全息对偶是我们对量子引力和时空本质最深的洞察之一。它把引力和量子信息绑在了一起，告诉我们时空可能不是基本的，而是从量子纠缠中涌现出来的。这个洞见无论最终是否适用于我们的宇宙，都已经改变了理论物理的思维方式。但我觉得要谨慎，从反德希特空间到我们的宇宙，中间还隔着巨大的鸿沟。反德希特空间有明确的边界，我们的宇宙没有。反德希特空间的边界上有定义良好的共形场论。我们宇宙的边界在哪儿？上面有什么？目前都没人知道。全息原理可能是时空的深层真相，也可能是我们在一个错误的玩具模型里找到的有用工具。区别在于，前者会改变我们对实在的理解，后者只是计算技巧。说到底，从单电子宇宙到超流体时空，从数学宇宙到全息原理，这些想法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实在，可能只是某种更深层的投影。粒子可能是同一个粒子的分身，时空可能是量子纠缠的泡沫，宇宙可能是数学结构的自我展开。你看到的三维世界，可能只是二维表面上的全息图。这些想法每一个都够让人半夜坐起来说一句我靠，但它们也指向另一个方向。如果实在只是投影，那做投影的那个东西才是真的。如果时空是涌现的，那从什么里面涌现出来的才是基本的。如果宇宙是数学的，那在做数学的那个存在才是更深的谜。追问到最后，你会发现每一层答案都打开了一层新的问题。这个过程没有终点，但这不是坏事。没有终点意味着永远有新的东西可以想。对于一个有好奇心的物种来说，这可能是宇宙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你不需要害怕这些问题的答案。你的原子来自恒星内部的热核反应，你的意识来自大脑里860亿神经元的交响。如果宇宙是数学，你就是数学在思考数学；如果宇宙是信息，你就是信息在感知信息；如果宇宙是全息图，你就是全息图上最精致的那个图案。说真的，不管答案是什么，你都不是一个偶然，你是一个必然。你是宇宙在138亿年后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一种方式。晚安。